来看一下，今天啊，我狼呢是给大伙带来这个 GD 大神啊，他也不知道为什么给自己起个名叫黑龙会小喽啰 GD， 这么一个大神说自己是黑龙会的小喽啰啊，这个多多少少有点逗了啊。这里面跟大伙讲一下啊，开局呢咱们看标题就应该知道了，恐龙快打美版最高难度，也就是困难难度，黄帽一币摊分605万。这里面这个一币摊分啊，要跟大伙讲一下啊，就是说啊，要这个死命的，而且呢，咱们一共有3条命可以死。那么在哪里死命摊分最实惠呢？我们就要研究一下了啊。不过呢，这里面跟大伙讲一下，现在呢，咱们是有这么一个路子啊，就是说用穆斯塔法来打摊分，咱们的这个时间呢可能是比较长。咱们也跟大家伙讲解了啊。之前呢，咱们用那个麦斯来摊肯定是不爽的，因为呢用这个其他人物加上40暴击啊，对吧？或者说是只要你操控得当啊，是可以把猴子秒掉的。那你能秒掉猴子的话，也就说明啊，咱们可以来摊高分嘛。因为那个地方那个猴子啊，变态猴子是一定要摊的啊。那一个猴子8万分啊，还是9万分，我忘记了。对吧？你说你不摊，那能行吗？那肯定不行。然后这里面跟大家伙讲一下啊，这个屏幕当中有那个20，应该是它的这个暴击啊，应该是它的这个暴击啊，就是说这个数值。这个版本呢，咱们为什么是录制版啊？它不是那个游剧版，也不是那个什么，很多人说是 TAS 制作的，这是 GD 啊打的。那么这个605万的高分怎么打出来呢？咱们可以往后看。但事实上现在来讲，摊分最高的人呢，而是这个咱们这个 B 站上有一个UP主啊，他做的是什么呢？啊 ，UP 主，UP 主，如果要是恶的话，就是UP主啊，就是大概这个情况。然后他呢是打出了汉娜的790多万嘛，这个分数啊相当的高。你想想，700多万的摊分数啊，是咱们605万，这都已经是 GD 大神玩的了啊！这个还能对吧？还只能打到605万。当然汉娜呢，咱们 GD 是说了啊，说他这个摊分呢，就是人脑啊太容易出现失误，在实战当中呢，这个失误的几率太多，以导致啊没有人玩啊，就是说你挑战的话不稳，还不如用这个穆斯塔法来摊分。之前我最早是做财神爷的摊分，后来呢做了 GD 的这个平台摊分，打了495万，而现在呢这个一币摊分605万，虽然说一命和一币呢不一样，但是这个一币呢足足多了，对吧？足足多了100万，这个就值得考量。这100万到底是怎么摊出来的呢？啊，好，哎，我狼人呢啊，在这儿啊。这个不好意思啊，这个我把我那个摄像头刚才给关了啊，这个下午录制那个视频的时候给关了，真不是我故意的啊，真不是故意的。好，11年某库狼粉刘老师，对吧？一个弹幕就要管我要5毛钱，多多少少有点过分啊。好，你可以看到，他就是用跳跃攻击去打分，啊，对吧？就是跳跃攻击打分，而且这个打出这个掌锅来，感觉好像牛逼啊！打出这个叫 smart 还不是什么的啊？你看，现在呢，咱们是10万0，对吧？10万0，500多分。好，打一下400分，然后小兵死应该也有分了啊。打这个本身呢，跳 A 打血，好的，小兵死还加分，你看小兵死也加分了啊，跟这个快打旋风是一样的。好，上来给3撇子，非常的不要脸，上来给了3撇子，我们看跳过来一踢，然后踢回来，哎呀妈！就是他就是前就是用这个普通的跳。你看他用普通的跳就能把这个 boss 给打死，咱也是真是有点蒙圈了啊！你看，而且咱们打的时候怎么发现小兵一球子，他打的时候为什么没有小兵？他怎么说啊？
摊分其实这个摊分不墨迹啊，这个摊分也就是1个半小时左右啊，根本没有那么长时间啊，所以说可以理解的啊。好了，这个人名字叫威斯。好，反正我在想，如果说是真的是那个什么的话，是不是要把自己的攻击力调到最低，更方便来摊一点而已？好，我去，他就这么打就能通关？我搁这一顿普通拳，一顿前手，一顿下上手的，然后被人打个逼星，有可能第一关还死人，这凭什么呀？就是咱们玩游戏感觉跟人就不一样啊！你发现根本就不是一个游戏呢啊！摊分就要一直踢吗？他应该就是要这么一直踢，一直踢呢。这个如果不踢出 smack 来啊，他的血量少不说，你看啊，而且呢打400分，就是这么个路子啊。踢一下的话是，你看，踢一下呢是400分。还有补，吃补的话，满血吃补是要加分的啊。好，如果吃那个大腿的话，最多是加10000分数，就跟吃一个钻石是一样的。你想想，那个分数多。好，再摔，不放过任何一个从屏幕当中出现的小兵啊。好的，再踢，他几乎你看都是无伤的，我操！为什么玩个游戏我感觉真的人和人是不一样的？好，哎，这一下是不是亏了？我知道他是为了打那个谁，但这一下应该是亏了。不要先喝咖这样的话没有分数了。应该是他可以多加4000分，还是3000分？好，李云龙啊，李云龙第一关就打了多少分啊？239300。最后他这一下啊受伤了啊，你看这一下奖10000分，看不看见？这一下就奖10000分。不过挨打也好啊，省得很多人感觉好像有点像什么似的。很多人感觉，哎，小狼这是不是他妈踏死啊？不是啊，好$1000。早吃血是加分的，是加分的，但是有点不太清楚啊。好。看没看见？刚才好像他电脑里面插 USB 了啊！你跟他听没听见？噔噔噔，那肯定不是我插的，肯定是他录制这个视频的时候电脑里插了 USB， 所以说录到了这个噔噔噔的声音啊。好，拿上一个乌兹的冲锋枪。但根本不需要。我们看一会儿是不是要把这个恐龙给打醒？你把它打醒，最起码咱们还能加分呢，对不对啊？你说这帮胖子精神病，你说这帮胖子干啥呀？没啥事招惹这个大恐龙干啥呢？真的啊！而且这个恐龙呢，不能被打超过3下，打超过3下呢，恐龙就急眼了。这个胖子打龙，这个小的时候我一直不理解啊，打龙了好像他们不咬你一样啊，你打了他也咬你的。好 ，Hammer， 要不要打？不打吗？不打。啊！不打这个龙，这个龙的话没多少血啊，不要觉得这个龙很牛逼，但确实没打。他没打的话，可能有他专业的考量啊。就是没打龙啊。这样的话，你看啊，咱们有这个显示暴击的这个东西在屏幕上就好多了，对不对？一旦咱们玩这种版本，上面显示暴击，咱们普通的菜鸟也知道自己能不能骗暴击了，对吧？虽然说玩的依然菜啊，
但多多少少你会骗暴击了这个事儿啊，拿出来可以显摆显摆，对不对？是可以显摆的啊。呵呵，你感觉这个胖子像不像赵家五虎的其中的一个虎？比如说赵申啊，对吧？最后一点血的时候打了一个图利亚，好。但凡就剩最后一滴血的时候用图利亚打也是没毛病的啊。跳跃攻击能打2点，打好的话，好，利用一个血杀呢，让自己的这个有一定的无敌时间。感觉他这个走位都是血液里流淌的，真的，他这个走位都是血液里流淌的啊。他不拿枪就应该是要在片尾处啊，把枪带到片结尾处，应该是要是这个路子啊。第2关的结尾是那个屠龙啊，屠龙杀手啊 ，Butcher 对吧？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好，先吃子弹啊，图利亚，这个点吃啊，这个烤肉哇，这个烤肉一看就好吃，5000分。全都用图利亚打开啊！这个箱子一定要打。好，等它一出来，然后一砸。哎，你看用这个砸还能再砸一点。哎，这个设定非常的新奇啊！好，把枪拿回去。他这个就前跳 A 就能打，真的是醉了。你看啊，好，这个就比第1关要难多了啊，比第1关要难，因为这个啊，你看，因为这个大胖子这个人啊，长得像我们以前的保安队长，但这个大胖子确实对吧，兄弟多，对吧，够义气。你是不是今天不想出去了啊？阿南。怎么说我也是你的前辈啊，你一点面子不给我了吧？我就是给你面子啊。好，还是先不吃血。我们看他还是先不吃血的血杀了。他的玩法是不用考虑，有 hamburger 可以啊，有 hamburger 的话呢，咱们还可以再加血的，无所谓。他这个主要是为了多打一些怪，总体上来讲呢，一个不小心他可能要血杀。所以说呢，他这个用来加血的这个路子呢，他可能怕自己不稳，所以说呢，追求完美啊，肯定还是不行的啊。咱们毕竟不带 SL 大法，一个不小心失误了死了怎么办？对不对？像就他妈你叫夏洛啊，这个不行啊，这个那个人不像啊，那个人瘦。那个人瘦啊，我真见过这种大白胖子，兄弟们啊，还得是大白胖子。你要是长得特别的那个，你长得特别黑胖的就不行了，你就得是白胖漂白的啊，这种。陈浩南为啥是东北人？哎呦，这一屁股看没呀？好，无敌了！好的 ，Very cool。好，现在是无敌状态啊！现在是你看，现在是无敌状态。我们不着急，啊！一会儿只要在结尾的时候呢，选择血杀就可以了。现在已经无敌了啊！无敌的话呢，就是趁有限的时间内，咱们先把这个小兵全清死啊，就完事儿啊！现在已经无敌了，很多人无敌怎么来的？就是在你瞬间啊，知道自己50万或者100万快要讲命的时候。他讲命的时候呢，会要自动原地摆一个 pose， 然后有一个无敌的效果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你一直保持奔跑的状态，它隔2秒钟以后就会自动站在那里不动，然后选择一个 fight， 然后还没能喊酷，
你就会发现呢，你就已经无敌了，就一直保持无敌状态。但这种状态呢，不能持续到过关。下一关之前，你一定要在片尾结束之后选择血杀或者是用投技，总之要破掉自己的无敌状态。如果你不破掉，就会出现游戏的 bug， 那懂什么意思吧？啊，好，还剩15秒钟，但是最终还是打死了。我们看看，先吃一个 hamburger， 然后再吃一个，1000分啊，56万，看看最后的奖励啊。Why cool？ 不血杀会出现 bug， 不投技就是个就你不破掉无敌状态会出现 bug。但是这个无敌状态怎么破呢？跟大家伙说一下，无敌状态破就是用血杀，还有就是用这个投技打人，就包括你抓到人的就是打3下，然后呢把人往下一扣，那个也不行啊，那个也会破掉无敌状态的。好，这一关的话，咱们选择一路向西啊，一路向西。电台肯定是先不会吃，我们不知道是不是要在这里选择死命啊？咱们是可以有死命的，因为呢，死命的话呢是啊，当然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啊，我也不知道死命是不是要在这里摊。总之呢，就是一句话啊，咱们死命的话在哪里摊，我们一定要考虑一下。今天晚上王者荣耀节目，刚才跟水箭龟2个人双排啊，只是有一次不小心被人翻盘了啊。然后我们其实也翻盘了别人一次，总体来讲呢，上了3颗星，啊，其实呢是上了2颗星啊，为什么上了3颗呢？因为有一颗输了之后呢，是通过那个勇者积分保了一下啊，所以说现在是上了3颗星啊，其实是上了2颗啊。他这个肯定是不需要40暴击的啊，一会儿我们看看怎么打那个猴子。好的，血杀猴子的话呢，跟大家伙讲一下啊。一会儿呢，你们看到名场面就好了。他在猴子那个地方也可以让自己达成无敌状态，但是呢，时间不够。我们看看啊，无敌状态的话呢是这样的，现在3个精英前手。无敌状态呢，就是在100万的时候打。很多人说100万啊，对吧？你怎么快速的刷到100万啊？一会儿你就知道了啊，是谁敲开了寡妇的大门啊，对吧？你就知道是谁敲开了寡妇的大门啊！好，摔他妈的，1、2、3一摔。咦，这3个怪不好打啊！小的时候很多人都知道啊，玩这个不开车难点就在于第一时间不够啊，第二呢这个那什么不够啊？好，第一是时间不够，第二是那个。第二是自己打不了啊，3个这个怪太难了，还剩13、12，我们看看他是不是他肯定是要死命的在这儿啊，他应该是要在这儿死命了。哇，time over 啊，落地炸也能奖命，也能奖分。我们看看啊，死命了，看看啊，就在这儿前。看这个分数113万了，看不看见？我后退一下啊，现在是81万，看一下前面这4个猴子，哎，一定要出现在屏幕上，113万，对吧？81万110，哎，不是我刚才摁什么了啊？操他妈，这个东西太嘚了！哎，我怎么把它变大的？啊，是这个吗？是这个怎么变成原始了？好的，应该是变成原始的了啊！你看，我不小心按了一些0，我操！好，卡成无敌状态。刚才我也说过了啊，到100万的时候会奖命，然后奖命的时候呢是卡成无敌状态的。那你卡成无敌状态，那你懂的，对吧？那我不就是无敌了吗？很多人说以前打的时候啊能打到这个猴子呀，为什么现在打不到猴子了呢？跟大家伙说一下为什么现在打不到了啊？因为咱们现在没有暴击，以前的一命摊分应该是有暴击的啊。我不小心按0了刚才啊，然后我一直一顿按0，然后最后按到了原始状态，真他妈嘚儿啊！不是100万就无敌，哎呀，这个听啥去了啊？人家刚刚在50万的时候跟你说了100万的时候，对吧？50万和100万的时候会奖命，奖命的时候会有一个，对吧？无敌的一个小 bug 啊，合理运用这个 bug。这里面运用这个 bug 就像刚才那样，一个旋风腿，啊，对吧？然后这个猴子就死了，他在死的
对吧？他只要死在屏幕里面，那么你就会加很多的分数。一个猴子应该是9万分吧啊。好，一顿跳 A， 这个地方你们也看到了啊，就各种就各种打，反正呢咱们时间也够了，因为刚才死命了嘛啊，就在这里死命。我们看看，在这里是死了1条命，但是呢要怎么打我们还要看。好，一会儿有一堆箱子，哇，这一堆喽啰啊！很多人说小狼我没见过打全图的，其实你如果见过玩那个穆斯塔法的啊，不是说错了，玩那个麦斯，也就是肌肉男，你玩肌肉男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一个非常神奇的事儿，就是肌肉男呢4十暴击一路从这地方刷过去，不需要用那个电台的，就可以打到那儿。好，一顿图利亚，哎，少了一个。其实没这个必要啊，我觉得没多少分啊。这个油桶是谁放的呢？这个油桶啊，怎么取消无敌？刚才也说了啊，而且刚才说的非常清楚，你血杀一下或者是背人一下，就投技一下就结束了啊，就结束自己的无敌状态。你可以抓人，但你抓人你不能摔，你知道吧？好，打 boss 了。小的时候很多人愿意在这里刷枪啊，但是那个枪的这个奖励的这个，如果要是像那个惩罚者就牛逼了啊！惩罚者是只要有东西你捡到一个可以捡的东西，在片尾结束的时候就可以给你刷分。好，小的时候感觉这个摩托车骑的真帅，这个摩托车啊，这个摩托车好帅啊！好，还剩这个游戏的3分钟啊，这个游戏的3分钟，他现在不怕炸啊，咱们现在是无敌状态的。咱们现在是无敌状态的啊，所以说不怕的，无论他怎么打咱们都不怕的啊。他妈的，再问我一句怎么卡无敌的，我就真正的感谢你了啊，对吧？我也只能说感谢你。你那不是欺负老实人吗？好。时间啊还是有限制的啊，这个3分钟时间比现实生活中的还要再快一点，所以说没那么磨叽。你看，差不多啊，差不多，好像差不多。这个秒数，如果把这个秒数改成合金弹头的，或者改成那个快打旋风的，我操，那是真的变态了啊！你改成快打旋风的那就屌了啊！人家半道上来的，那我也说了，我感谢你啊，对吧？我也说了，我感谢你，我也没说别的呀，是不是？其实我为什么还是要感谢你的啊？这个跟大家伙说一句话啊，其实看过我狼解说的人都知道，对吧？都知道咋回事。你第一次看我狼，那恭喜你找到一个牛逼的主播，对吧？啊，这满地枪啊，菊花残，满地枪，你的笑容已忧伤。这开始可以开一个武器店了，看不看见？真的可以开一个武器店。这个兵真惨，又被炸，又被那个图利亚，而且还被自己的老大拿摩托车撞，非常残忍。你看，而老大呢还拿这个东西撞他，这满地枪啊！感觉伤害还是不太够啊。好，开始打了。打的话，拿喷子砰砰砰几枪就死啊！拿喷子砰砰砰几枪就死啊！就是喷子最克这个车，感觉这个 boss 就是有100管血，
对吧？给他这个喷子如果是无限枪的话，对吧？可能不出5秒钟他就死了那种感觉。150多万啊！你要知道啊，这个游戏一共是摊了605万，想一想啊，对不对？你这弹幕有点狗啊，我都不想理你们，不要个逼脸。好，一个卡西欧手表啊，3000分啊。好，感谢我们过年就要喝旺旺赠送我狼的1张办卡，这也是今天我开播啊，从6点10分开播到现在唯一的一个礼物啊。这个扎心了啊，扎心了啊，扎心了啊！这个第一件礼物啊，旺旺哥一手办卡，支持我了啊！现在都已经8点42了，2个半小时过去了啊，终于见到回头钱了啊！好了，看看 1v3 摊分没有啊 ？1v3 我操！1v3 一命都难啊，1币也难，你还想摊分啊？啊！感谢我看看谁还认识我，以及甜甜一刀。由于受不了良心的谴责啊，还有我们的夜梦梦魇啊，那天跟我排位的那个小伙伴啊，喝酒了啊。然后呢，这个由于受不了内心的谴责，尽管啊没有送飞机、火箭等关键道具，但是最终还是选择给我狼送了一手办卡，聊表未及啊，哎，聊表未及，关键时刻啊，看得出来我狼啊。多多少少还是有点兄弟的啊，对不对啊？哎呀妈，这一炸！啊，感谢我们的瑶光哥，这个张嘴3分力吧，对吧？张嘴3分力啊！哎呀妈，这一个腿把，哎，你刚才看到那个怪的腿把了吗？贼帅啊！对，这个就是纯为了刷分啊。也是当前人脑最牛逼的摊分了啊！当前人脑最牛逼的摊分就是来自于 GD 大神的605，好像再往后呢就是就是那个795了，好像是啊。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啊？恐龙快打2016的话，我都已经玩成大神了。想当年我也是玩恐龙快打2016的大神，没什么好说的，就是一个字儿烂。好，一下踢死。你看，这个折磨我呀！这个人是这个老猎手啊。关键时刻还放出了大狼狗，70年出生的，非说今年19，对吧？大概就这个情况。哎，感觉他这个原地起来这个踢是最帅啊！你看。快速可以控制好位置，可以快速控制位置啊，这个是真厉害了啊！哎，这一刀，回手一刀，回手一掏，明明是李幼斌，就是李云龙啊！这个穆斯塔法就是李云龙嘛，绝对的啊，没有亏可以吃，知道吧？好，一堆胖子，该干干啊！他那个 smart 好像不是你那个 SMART， 应该是 MSACK 啊，
你看 SMACK。据当时咱们房管查阅，这个 SMACK 的意思就是，也不能叫破招，可能就是抽个大耳刮子的意思啊，就是就可能就是说踢着脸了啊，这大概是踢着脸的意思啊。好。哎呀妈！好，哈根达斯，明明是椰奶圣代啊，明明是椰奶圣代啊，被称之为童年杀手啊。这一关被称之为童年杀手啊，为什么叫童年杀手？大家伙知道了吧？就是对于新手来说特别的不友好。有点像咱们传说中第2关的那个《三国战记》第2关的那个夏侯渊啊。这关由于这个忍者啊特别的赖，我们打的还是奔放一点啊，没有那么太那个什么啊。如果要说你想打那个跳 A 那么打，肯定是不行了啊。这个 BOSS 有点恶心了，对不对？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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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曲儿非常嗨。好，这个 BOSS 呢，你还不敢把他打得太疼了。你说你把他打得太疼了呢，一个不小心给他打死了，对吧？非常尴尬啊。踢到懒子那是什么声音？踢到懒子的声音就是，哎呦我操，哎呦啊，这个声音知道吧？如果要是踢到懒子的声音是这样的话，你们感受一下啊，一踢，然后呢，这个人，啊，那就真的是厉害了啊。这关会打后就不会死人了，关键是不会打呀。小的时候很多小伙伴都是非常莽的玩啊。你说他是乱玩的，他可不是乱玩的。前手前线跳手，前手前线跳手，无限重复。节奏好了牛逼，节奏不好了直接被一刀续死，一刀将近打你小半管啊。踢到懒子之后还能发出声音吗？啊，有幸我在初2的时候就被我们班同学啊欺负我的时候，不小心踢到了我脆弱的下体啊，但是我屹立不倒，尽管我额头冒汗，我还是跟他扭打到了一起，连掐带拧的我啊。到最后呢，经过这个事儿，好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分数啊，你看，我们看看往后拉205万，他在等什么？这个猴子看不见206万啊，一个血杀，然后这个猴子在屏幕上死了214万，看没看见？然后又2个猴子，大家看啊，238万。这个游戏是有特殊猴子的啊，这个特殊猴子就是加分的关键中的关键。这2波猴子一共是4只，对吧？加上第3关的那4只，一共是8只，一只9万，8、9、72万，对吧？摊分大户啊，对吧？看来是有备而来。这2个年轻人不讲武德啊！后来我发誓准备练铁弹弓，啊，然后呢，我当时为什么我喜欢海边？我可以在海边弄一个沙滩，然后呢练那个就跟徐锦江那个玉女心经一样的练法。好，时间到了，我们看看，在这里死命摊分啊，在这里死命摊分，他死命了下来之后呢，估计还有猴子，是不是还有猴子？我们看看啊，如果他死命在这里还有猴子的话，那就是真的厉害啊！好，哎，257万，好像少了一个。你看，一共3只猴子，但是啊。
这个左边那只猴子打不到吧？我不太清楚。咱们现在的攻击力啊，比原始的攻击力还低好了，被打一下好了，变成20的原始的了啊。刚才咱们是18的攻击力，现在是20攻击力啊。但是其实18挺好的，18攻击力少，可以多打一点。那一会儿是不是还得死一条命呢？好，不想打，说明还想贪。好，还是打了，还是打了。哎呦！起身的时候不能被崩吧？我操！好，一个血杀285万，看不看见？然后直接炸死，这波直接就打完了啊！不扯了，这两个猴子是相当的啊。这样的话，一共是打了8只猴子，在这一关打了8只猴子。李云龙，你看。这就是李云龙啊，团长。一个高分猴子是8万是吧？我记错了啊，反正是不是8万就是9万啊。我每次都记错，就是你每次有谁告诉我，我最后还是记错啊。反正8、9万吧啊，就那个意思啊。反正我这回就好好记。那如果是8万，那就一定要记住8万，下回就是8万啊。为什么不继续贪？那肯定有说法啊，或者是控血不会控了啊，不知道怎么控血了啊，因为你那个 BOSS 的血量变少了啊。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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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曲儿真嗨啊！这个确实破了 JD 的记录，但是呢，操作者呢是 JD， 自己破自己的记录啊。不过呢，这个并不是平台，咱们这个不是平台啊，咱们这个是那个应该是他的模拟器打的，然后录出来的。迅猛龙是不是忠勇怪哥的小弟？应该是。好，独角龙，马克龙，对吧？这应该叫马克龙是吧？啊，马卡龙，如果叫马卡龙的话，是不是一个饼干？啊，我发现有很多超市里面卖那，或者是蛋糕店卖那个马卡龙，啊，好贵的啊！我一看就知道热量非常高，吃那么一块齁甜齁甜，肯定的啊。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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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哎，这个是龙睡的，这个龙感觉小腿没有肌肉啊，这个龙啊，而且这个他们养龙的人有点过分，手指盖都不剪的吗？啊，对吧？作为一个宠物，对吧？你养这么好的一个宠物，然后你居然那个什么啊，居然这个不给剪那个脚趾盖了啊，真的是服了啊！真是啊，爱它就请不要伤害它，对吧？如果你养它当宠物，一定要给它责任。真的是服了啊！这一个走位，哎呀妈！他这一顿左拳啊，咱也不知道能把这龙打成什么样。这龙到现在都不醒。现在你只要背景音乐放这个音乐，好的，要打。哎呀，还是没招啊，少了几点。喂，那个龙，怎么说呢啊？小狼，你觉得科目1难吗？我现在不知道，我是2011年，也就是10年前考的驾照。我10年前考的驾照，然后你问我难不难，我哪知道？我考驾照，当时还没有科目4，只有科目1、2、3。啊，我都是轻轻松松就过了啊。不过说出来你们可能不相信啊，我科目3是怎么过的呢？就是科目3是这么过的，我早上9点钟就去考，然后呢考到中午排队没排上，
他说下午继续，那下午1点半开始继续，我又开始排，然后呢，结果呢，我们那个教练就跟我说，你往后排吧。我说为什么呀？他说，哎呀，没事，你听我的，你往后排吧。我说没有这个必要吧，我说我稳。他说没事，你听我的吧啊，你现在先去你先去休息一会儿。我说好嘞，等到过一会儿啊，差不多了，然后我到4点40多的时候我去了，去完之后呢，那个教练说你上车，我就上车，然后那个教练也上车了，然后呢，教练呢坐在副驾驶，左脚跨到我的驾驶那个主驾驶那个位置。然后右脚呢是副驾驶的位置上，他自己控制的档位，控制方向盘，然后直接就给我过了啊，我真的是服了。当时还没有摄像头啊，其实也有摄像头，不知道那天为啥没有了啊。而且还有那个考官现场在那儿，那个现场那个考官可能是因为要喝酒了，晚上要安排喝酒，实在是太晚了，有点那个考不完了还不行。没办法了，最后啊选择让我们那个赶紧过，赶紧完事就完事了啊，就赶紧就完事了，就是这么个路子啊。其实我过那个什么倒车入库啊，什么都非常简单啊，手拿把掐，哎呀妈，这一下直接炸碎乎了，看没见？出力啊！哎，先吃这个，你看这个1万分，这个1万分啊，这个分很重要啊。好了，手表3000，没塞钱。我们教练嘛，天天不想那个什么，我们那个教练啊，天天他就那个啥啊，天天那个就是不想教这帮人，然后他就找一帮学员，让学员教，对吧？我边学边教说的啊。但后来上那个道啊，上车那个去开那个什么的时候，开那个上路的时候，就发现那就靠自己本事了啊。反正开车的时候打转向啊，停车的时候也要打转向啊，先是连续增档，然后连续减档，就差不多得了啊。反正就是要科目2和科目3就这么就过了，一点难度都没有啊。哪有女教练啊？我就没见过驾校教练有女教练的。我跟你们讲啊，知道为什么教练一定要男的吗？因为男的脾气好与不好啊都可以当教练，但是女的脾气不好是当不了教练的，知道吧？如果女的脾气不好当教练，不是说那个对学员对吧连掐带拧的，或者说是连打带骂的，没有，他不需要啊，他主要就是女教练他容易把自己气出病来，知道吧？男的生气呢，气出病来的比较就是能气出病，但是没那么重，对吧？女的是这样的，女的生气，如果气坏了啊，就是对吧？对她的某个机体不好。如果要是没气坏，气得她忍着了，憋着了，就把哪个地方憋坏了。反正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说很多人都看啊，这个小心眼的人，这个一般来讲啊，就是心眼小的人啊，一般都是女人。在这里啊，没有性别歧视啊。因为这个在这个人体，它这个包括它各种身体的这个性格和激素的这种催动之下，大部分情况下啊，一般都是男人稍微的啊，在这种就是情理之中的气儿呢，男人是可以忍啊，女人忍不了。但是呢，在耐受度情况下，比如说忍受疼痛啊，忍受疼痛方面上，男的就不行，女的就行啊。比如说像有一些不打麻药做手术啦，或者说是一些比如你包括咱说生孩子，男的也生不了啊，但就比如说做一些什么阑尾炎手术啊，麻药可能不是很好，或者说是比如说像那个肾结石、膀胱结石的时候，女性就比男性要好很多啊，男性就面啊，这里不是性别歧视啊，它确实跟这个人体这个激素有关系啊，而且咱们是做的宏观调查，并不是针对于个人。啊，你看历史上经常都是什么男性啊，这个有的人呢，他为了创业，为了这个天下，他可以忍，对吧？一般女的不好忍啊。好，看看这个，咱们还有一条命，咱也不知道那条命死在哪儿啊。既然都死命了，肯定是要死一条命了，但是在哪死呢比较合适
我们要拭目以待的啊。关二爷第一，关二爷那个是假的，那都是假事儿啊。你那个《三国演义》毕竟是虚构的，对吧？那都是虚构的啊。是这样的，女性忍受疼痛的能力确实比男性要强，但是女性受不了气，女性受气的话，这个对自己的这个身体的伤害特别大，是吧？不要气人，尤其是拿言语去气人啊。男的其实还好，男的当场受气，对吧？就算他当时回怼了或者什么样，之后呢，男人嘛，他就想明白了，哎，不就是这么回事嘛？比如说咱们包括你看有一些这个现实情况下，比如说咱们闺蜜啊，或者说寝室的那个室友，或者说同事，或者是什么什么的，你会发现女的和女的之间如果有一些小矛盾大多数的情况下就是掰了，这辈子的不往来了这辈子不往来了。但是男的不一样，男的互相有隔阂了，两个人骂，甚至有可能会打，或者甚至有可能会，对吧？就他妈就打一仗，鼻青脸肿的，最后两个人往这一坐还是能处朋友，还能处还能交朋友但是女人就不行了女人之间就不行了这点呢，相信大伙都理解好，直接打死了。其实他感觉血不太够了马云这就梗了我们看看，还有25秒15秒要在这里死命，要在这里死命。现在已经374万了，兄弟们哇 ，Time over， 最后一条命了以后想死都对吧？你已经练了九阳神功第9重，九阳在天，对吧？你这辈子想死都死不了了多谢前辈指教你应该很痛苦才对我明明知道前辈不是真心教我你真狡猾，不仅长得漂亮的女人不能相信，连貌似忠良的男人也不能相信哎呦这一撇子，当当当当，这个事儿是真事儿我记得最狠的是我就问那个我杨，我说那个请问你跟我说，你说那个你跟你寝室室友发生矛盾了，然后呢说矛盾是啥还没说我就说了有什么矛盾解不开的呀？怎么的把你男朋友抢了？然后呢杨老板跟我这么说的，比抢男朋友还可恨。我就到现在我都不知道有什么事儿比抢男朋友还可恨的这个事儿我是真的怎么说呢对不对？今晚有美少女战士吗？没了这怎么打？兄弟们别闹了，这才第5关，你们是不是听错动画片了？这个游戏有8关呢这游戏有8关，你往后摊605万，对吧？你以为只有7关或者只有6关吗做了的后妈呢新复仇3部曲苍茫的天涯是我的爱，土豪才是我的菜对吧？2A 和220应该是2A 高点它这个就是内存值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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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他这个游戏一点都不墨迹真事儿到0秒说死就死，没有说0秒之后还得有多少的到0秒之后说死就死。好 ，GD 打的
点头 yes， 摇头 no 啊。这马云龙，这个龙咱们简称以后就叫马云龙好了啊。还剩13秒、11秒，到0就必死。一个不小心操作失误了怎么办啊？好，起身又是20，被撞一下打出了20的这个暴击啊，感觉2A 好像是有点高。没有人了，穆斯塔法。我记得最狠的是我当时解说这个穆斯塔法，我说解说这个游戏，我说这个穆斯塔法啊，其实就是黄帽嘛，大家伙都知道啊。结果有人就留言给我，小狼穆斯打法是什么打法？为什么叫穆斯打法？我说兄弟，那个黄帽的名字叫穆斯塔法，太狠了啊！李云龙，哇死的马云龙，那就是马云龙啊！龙王的摊分确实有，但是做完了，你现在没有新记录了啊！那个记录已经整屁了都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这小曲儿啊，非常嗨啊！东北反正是都叫黄帽啊，都叫黄帽。其实我感觉不光是东北吧，可能北方都这么叫吧。这个游戏叫快打啊，肯定是要叫快打的，因为它叫恐龙快打。我们小的时候，老板啊，就是老板，这个管这个游戏叫恐龙新世纪。其实叫恐龙新世纪也对啊，为啥呢？为什么不叫恐龙快打，叫恐龙新世纪呢？因为它确实是新世纪啊，它应该是21几年的故事，它的故事是21几年。服了啊，太狠了啊！帮帮帮帮！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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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我们叫新快3，快打旋风叫快打旋风，名将叫快打2，然后这个叫快打3。然后惩罚者叫快打4是吗？太狠了啊！蛮子，齐齐哈尔叫4人组，真能扯啊，真能整啊！好。F 这一脚踹的真时尚啊！这一脚踹的是真时尚。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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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好。其实这个怎么叫都是扯犊子啊！咱们小的时候为了区分这些游戏，这个多简单呀！一说哎，咱俩去玩啥？咱俩玩恐龙啊，对吧？玩恐龙啊，好玩恐龙啊，对吧？就简单，对吧？玩惩罚者叫什么？不叫惩罚者，惩罚者咱们叫什么？叫200多啊，200多。那玩这个快打旋风啊，叫救女友。救女友，街霸骨裂，对，那个时候骨裂有人叫力毛啊，管它叫力毛，也有管它叫阿里固的啊，还有管它叫什么呢？管它叫那扫把头，因为当时看的电影嘛，《超级学校霸王》里面就叫扫把头啊，张学友演的。好，一直挂啊，我得拿点东西吃。我教大家伙一个全新吃猕猴桃的吃法啊！历史上最牛逼的猕猴桃吃法就是不去皮儿，直接吃啊！好，看看后面全是啊，后面全是桶啊！
这猕猴桃都坏了。还好我拿出来吃了，要不然马上坏了啊！靠！666是什么鬼啊？好。我们小时候管那个都叫俄罗斯大汉，或者叫俄罗斯大作。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那个时候呢，苏联已经解体了啊。要打出24的暴击。2A 暴击一共分，暴击是一共分这个7种的啊。原始是20，原始是20，但是呢，原始呢并不是最低的攻击，有比20攻击还低的攻击的啊。对，你不低于75%的血量，你是打不出这个40爆的，这点一定要记住啊。刚才那个不好吃啊，我为什么要吃猕猴桃呢？因为我嘴起疮了，这个起了个小疮，要补充点维生素 C。但是呢，这个刚才那个不好吃，为啥不好吃呢？因为刚才那个有点熟大劲儿了。这个酸鸡溜的啊，还没有熟透，酸鸡溜的非常爽。原版最高是40啊，原版最高的内存值是40，改版还有加到80还有90的，更变态啊！好，举这个补血。这个菜篮子里面到底是什么？这个菜篮里面我感觉有炸鸡，有肉，有炸鸡啊，还有荷包蛋，是吗？你们看到底是什么？一个菜篮子里面，菜盆儿上面应该是生菜，里面难道是虾、炸鸡、荷包蛋，还是肉、炸鸡、荷包蛋啊？真的不知道是什么。这个肯定不是个汉堡吧？那个正常有 hamburger 啊，有 hamburger， 这个应该是一盘儿，应该是吧啊？好，看看啊，这关是有3个附体 BOSS， 所以说不用怕。哎呦我去！胸前的那个东西用来打人也是醉了啊，挺帅的啊。哎呀妈，这一个后我差。啊，吃完了，吃完了，瞬间满血啊，瞬间满血。
无伤有的是啊，这个游戏无伤有的是，玩原版无伤的人太多了啊。最简单的就是玩原版，还有一种玩法就是上来呢，过40秒之后再投币。过40秒之后投币呢，有个什么好处呢？就是传说中的这个暴击值是30，虽然说不是最高的，但是也是仅次于最高的，暴击值不低。然后呢，通过那个暴击值，你一直无伤就可以，很简单啊。还有呢，最简单的就是暴击之后无伤，先骗一个暴击，然后从此之后呢不受伤，也可以的啊。我狼最爱吃的水果是什么？没有什么最爱吃的吧，我感觉还是看便宜一点啊。有的时候贵了我就不愿意吃，因为咱确实穷啊。原版咱们是没有办法看暴击的啊。你像咱们这个版就说就是一个加上了一个暴击值显示，在屏幕正上方有个2A， 看没看见？好，杀鼬吗？啊，要杀鼬了！这种情况下杀鼬你也是醉了。他是要杀鼬，还是要把鼬杀到最后一滴血？我们看看啊，留一个1万分的那个大腿。好。哦。时间还剩3。好的，杀鼬，人都马上快附体了，他杀鼬。我们看杀鼬的话，杀鼬是奖励多吗？啊，杀鼬是因为鼬血多，他应该是因为这个鼬体血多。不过呢，那个大腿当1万分吃它不香吗？啊？狼哥混直播时间是溜溜的，我啥时候狼哥混？你管这叫混直播的？我操！我操！你管这个叫混直播的？啊，我没解说呀，我没搁这巴巴的，没吃猕猴桃，对不对？苹果大王是因为当时苹果便宜。我那天看到那个超市卖的那个就非常大非常好看的那个花牛苹果啊，应该是7块9毛8，然后更好看的那个蛇果啊，红色的蛇果11块9毛8。我当时看完之后我说真那么贵，但是呢其实也能吃得起。还有什么车厘子也降价了，是不是啊？那个丹东99草莓，这玩意儿水果，榴莲对吧？榴莲，大家伙知道谁吧？啊，知道是什么吧？就是那个叶枫，名字就叫榴莲啊。苹果现在其实有的时候我巴不得自己吃点果光苹果啊，真的果光苹果都比那些，我现在不喜欢吃那种什么像阿克苏产的那种什么红富士啊，或者说什么冰糖心啊，我不喜欢吃啊，吃点酸酸甜甜的也行，或者吃花牛啊，乔纳金儿、黄元帅之类的啊，都还好。好，跳 A。车厘子我们前2天吃了啊，前2天那个车厘子非常便宜，好像是12块多1斤，我就买了1斤。但是由于它太甜了啊，就不好吃了。吃这个车厘子啊，这个感觉没有那个夏天的时候大樱桃好吃。大家伙知道那个大樱桃啊，比如说大连的樱桃，应该说是国内最好吃的大樱桃了吧啊？哎，大连樱桃一出来的时候，我超级喜欢吃的啊。大樱桃比那个车厘子好吃多了啊！车厘子精神病啊！很多人水果不就吃甜的吗？哎，我就不喜欢吃特别甜的，太甜了啊！12块钱1斤是真的啊！前2天就12块钱1斤嘛啊！这2天涨价了，可能是25块钱了啊，大概是。你看你不相信，你不相信啊！真服了啊！车厘子不是樱桃啊，
它不是一个东西啊，可能属于一个科目，但是呢，不是一个，就是就好比你吃三文鱼和那个红鳟鱼，它俩属于一个科目，但是呢还是不一样啊，不是一个东西的啊，对吧？你好比你看你感觉你说扇贝、海虹、生蚝这些东西，对吧？包括一些那些什么带子，是吧？感觉都天鹅贝，感觉看起来好像分辨不出来啊，事实上啊它是不一样的东西啊。好，看看，好，这个有的时候一踢2点能打出这个 smart 啊 smart， 为什么叫 smart， 对不对？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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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好，全程就这么跳 A 打，也确实是啊，这考验技术。你看，现在是倒数第2关，也是最难的一关，但这关呢已经打到了485万。之后呢，咱们也没有死命的能力了，并且呢也没有这个。应该是也没有猴子了吧啊！现在还差120万啊！从现在开始你要加120万，怎么打你懂的啊？其实你得这么想，这个樱桃呢可以说是一个统称，对吧？统称为大樱桃，但是呢有国内的大樱桃和国外的车厘子啊，你叫大樱桃其实也无所谓了啊，它俩肯定是不一样的啊，不是一个东西。就好比我吃西红柿，大西红柿就叫大西红柿，有红色的西红柿，有黄色的西红柿，也还有粉色的西红柿，对吧？这个西红柿呢，大的里面又分为，对吧？有点面的那种柿子，还有一点那种汁水特别浓厚的那个西红柿，对吧？还有黄色的那种甜口的西红柿。然后呢，小西红柿呢分为什么呢？有春桃，有圣女果，对吧？这个有黄圣女啊，对吧？你这个名字就非常的多，你这个东西没法说啊，就跟苹果似的啊，桃也是，有什么九宝桃，对吧？仙桃，还有油桃，这东西你咋说是啥的，对吧？这个意思就是这玩意儿你非要犟这个事儿啊，好，还有绿的叫贼不偷，对。有一种绿色看起来像生的似的啊，那种叫贼不偷啊。大龄圣女果，大龄圣女果是狠啊！你看这个地下基地啊，这里面又有挖掘机又有拖拉机的，真的狠啊！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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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反正其实你咋叫都行，辣椒不也是吗？辣椒有菜椒，对吧？有圆椒，啊，对吧？还有那种什么线椒，啊，小米辣椒、印度魔鬼辣椒，还有什么，比如说干鲜辣椒，这玩意儿分品种的，品种不一样，但东西差不多。是吧？那同样的东西，为什么这个贵那个便宜呢？就这么个意思啊！感觉他这个飞脚最帅，真的，往后一踢，你看，而且一下能把人踢倒的啊！你们一天天的逼逼发发的啊！踢一脚是给4分，打血又不多啊，这么打分是确实狠。火箭推，圆角，对呀，有圆角的啊，就是圆形的辣椒，你们咋的呢？你们想什么呢？怪怪的啊！小狼的妈妈就不能吃辣椒，哎，而且呢，相反啊，就是辣的辣椒肯定是不能吃，
但是呢，更不能吃的是什么呢？更不能吃的就是它不辣的辣椒也不能吃。总之就是辣椒过敏，就那种大圆形那个大菜椒啊，那个辣椒一点都不辣，是不是？还有点甜，但是呢不能吃，一吃就胃疼啊，就过敏。吃大蒜，吃大葱，吃洋葱，吃芥末，哎，吃那个什么瓦萨比，怎么吃怎么辣，你随便辣我不怕了，这个辣我不怕。大葱怎么都不怕辣，就是辣椒不行。带椒字儿的东西都不想吃，啊，带椒字儿的东西除了香蕉啊可以吃，像什么麻椒、什么花椒、什么胡椒，哎，都吃不了啊。但凡带椒字儿的啊，除了香蕉可以吃，其他的都再见了啊。哎呀妈，这个太赖了，这是个角落啊。这俩人他妈被堵被窝子一顿劈啊！哎呦，拉石踢啊！太惨了，太惨了！不是怕辣，是吃完了之后过敏，跟辣没关系啊！阿胶那个那东西可能是，哎，没踢着，真嘚儿啊，还不如血杀呢。你们小时候管这个怪叫啥？小的时候感觉这个怪就跟那个野人似的，没区别啊，就是那个青狼叔，青狼叔是啥啊？对，摊分啊，血杀了，有一个钻石，这不行啊，钻石必须得要10000分呢啊！你开玩笑呢啊！我玩的贼面啊！我要玩困难难度或者是噩梦难度，那根本就过不去。玩简单难度呢，还太简单，对吧？显得非常的面啊！而且现在已经有快打旋风那个2020了，已经不是那个3.0了啊，已经是2020版了。好，1000的金币啊！对，拿东西砸人是1000分，看不看见？你拿这个箱子砸人是1000分啊！不接币，那接币他妈无限摊分的接币啊！那他妈接币不玩赖了吗？当然有的速通是要接币的，摊分的话一般都是1命或者是1币啊，1币是可以理解的啊。你像诸葛亮摊分也是1币啊。这个应该是1000分吧？这个 coffee 热狗，小的时候我一直以为是玉米啊，就是我一直感觉看这个像苞米，后来我才知道这是热狗啊，热狗肠，里面中间夹了个肠，好5000分，真的是热狗 hot dog， 对不对？好，生化忍者，回旋镖队长啊，这马云哎。这宋小宝搁那儿逼逼赖赖的啊，梆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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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觉打的时候最好还是先把一个怪先打死，对吧？先打死一个啊！这个回旋镖队长确实有点东西的啊！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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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多用投技啊！这个投技的话呢，不仅可以扔出来是一个 AOE 的功能，而且呢还有一定的无敌时间啊！合理运用投技也是迈向成功的第一步啊！投技摔人的时候，咱们是无敌的啊！街机厅里面，那你要玩《三国战记》怎么说？《三国战记》黄忠摊分啊，跑到那个街机厅老板那儿摊分吧。那老板直接是吧？合金弹头3摊分，合金弹头叉摊分。怎么说啊？养鸡流那种
啊，你没招了啊 ！EC， 哎，看一下这个伤害更低了呀！啊，这个伤害更低了啊！正常感觉是更低了啊！这个 EC， 看看你。三国战记克顿也被拔线儿，那老板狗逼了。克顿的话，你该接币的，对不对？你得接币啊！你废币子是肯定是要废的。好的，又打成20了。街机厅老板最害怕的是啥？街机厅老板最害怕的是一帮鸡巴街溜子过来抢小孩币，对吧？他过来抢小孩的币，给小孩抢的不敢来这个游戏厅了。啊，老板急眼了啊！你对吧？你敢欺负我的贵宾？说句实在话啊，你如果在游戏厅里面被欺负了，如果老板是个老太太，或者是个小姐姐，现在来讲就是阿姨啊，对吧？那咱们一般来讲呢，可能告老板没用。但如果老板是一个精明的生意人，而且做生意一个男的，一个掌柜的，你直接就去，你说老板，我在你们游戏厅里面被哪个小混混给抢了。怎么办？啊，一般老板开这个店他都有人，而且游戏厅那些小混混吧也不入流啊，都是就对于老板来说也都是小逼崽子，也就是16、17岁不上学了，或者顶片就是18、19岁高中毕业不上学了啊等等。碰到这样的人，老板直接就一个字儿，滚犊子！啊，抠皮子、挂马子、追疯子、操傻子，还他妈有你们干不出来的吗？啊！以后再敢抢我们小孩币啊，对吧？给你腿儿嘛，给你撅舌头啊！给白傻买瓜子儿去，不是给我们小孩买币去啊！大概就是这个情况啊。得告诉，有的时候得告诉老板，但是不能告诉家长。至于为什么不能告诉家长呢？不要问我为什么啊！不要问我为什么不能告诉家长啊！很多人他就是找你这个软肋。啊，你对吧？啊，你往那一站，你对吧？你说妈，我被人抢了。妈说啊，谁敢抢你？我说我去游戏厅玩。然后你妈就会过来跟你说，来，你先把那个游戏厅这个事儿你给我讲，你给我解决一下啊。你告诉我，How do you anyone do this？ 啊，我当时我就只能说是啊，对不起，跑错了啊，我说错了，我逗你玩的。愚人节快乐！哎，愚人节快乐！太嘚儿了啊！给小老马大海螺去。好，最后一关，第8关啊，最后一关16分钟以内啊。Go！ 就可以人造恐龙了啊。Hooper， 哎呦我去，一个左正蹬啊，一个右边腿。啊，一个左四拳，你看，这个有点东西啊。你买币没有用，有的时候他不是抢你币，他直接抢你钱，怎么办啊？一帮人找你来搜身，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吧？啊，对吧？兄弟们动手啊！搜身，他搜你身，你怎么办？对不对？其实啊，在东北有一个非常牛逼的一个玩法，就是说，为什么抢你？第一，你财不能外露啊！你肯定是让人知道你兜里有点东西啊，对吧？他犯不上为了1块2块的抢你，你兜里铁有5块或者是10块钱左右的钱，那个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是一个巨资。我当时兜里是有5块钱的，你知道当时的5块钱啊，对吧？对于我来说是多么的重要啊！当时我的那个5块钱，说出来你可能不相信，相当于现在的150啊！而且由于呢，咱们没有赚钱能力啊，更那个什么啊。当然我说相当于150，那是吹牛逼的说法啊。相当于是因为当时这个钱啊，它在我心目当中的地位啊，对吧？是地位，心目当中的地位，可能150到200之间啊。然后呢，这个当时我不就怂了吗？我怂完了之后啊，他要动手啊，要打我。我当时灵机一动，选择好汉不吃眼前亏，对吧？选择了给了他5块钱
啊。养完它之后，立马回去找我们家邻居，有一个小哥哥啊。当年我上5年级，他初3刚毕业，不上学了啊，比我大4岁。当时我找我这个小哥哥，我这个小哥哥当时直接替我拔创啊，带着我去游戏厅啊，都谁呀？我远远的，我还怕人家报复我，我远远的我说就他俩，他直接薅着我就过来，来，就他俩是不是啊？啊，就他3个人啊，3个人，就他仨是不是？来，就他妈你叫夏洛呀，就这种感觉，知道吧？啊，当时呢那边人没吃眼前亏啊，直接把5块钱拿出来了，啊，直接把5块钱拿出来了，然后呢，这个我为了对吧，我这个替我跑一趟腿儿，是不是？我得表示一下，所以说我拿着这5块钱给他买了一盒，啊，名字叫做红梅的香烟，啊，后来我研究了一下，我他妈还是亏了，我操！但是呢，确实是拔创了，从此，啊，那帮小伙伴圈在里面就不敢抢我的了，知道我有一个大哥，啊，当年是吧，15、16岁，啊，他们13、14，有点面，打不过我们啊，所以说这个多多少少啊。3星战吕布是什么鬼啊？那这个事儿就是这么个情况嘛啊！小混混他找人他没法找，我们那时候打架是要讲理的，知道吧？比如说2个人一起约架啊，这个人找人了，那个人找人了，他说你俩为什么要打架呢？啊，如果你作为一个小混混啊，你抢人小孩钱。人家小孩找他哥来报仇，你跟你的大哥说，我抢他5块钱。当时你大哥直接一个脖溜子连掐带拧的，我告诉你啊，直接一个腿绊连人带拐棍直接给炫阳沟里去了，我告诉你，对不对？打架得讲理啊，你得讲理啊，对不对啊？啊，你不讲理能行吗？啊，打架可以不讲理由，但是你找人打架就得讲理由。啊，对吧？你出师得有名，你可以打他，你打他，我就要打他，行。但是你找我，你得告诉我，我为什么要帮你打他，啊，对吧？一般啊，找人的话，都打不起来，啊，都打不起来，对不对？你像我这边也是，对吧？我只不过是让他帮我把钱要回来了，也没有大动干戈。对不对？只是把钱要回来了而已，没毛病的啊。都是这个路子。当然，我记得最狠的是，我操，这个小兵刚才幻影了啊！其实我人生当中经历的最尴尬的一件事是什么事呢？就是有个小孩比我小2、3岁吧啊。我当时是上初2下学期。他呢是小学只上5年级，那个时候是有一点实验性的这个玩法啊。小学上5年，初中上4年那种。但是我呢是小学上6年，初中上3年，所以说有那种叫做什么大初一、小初一，我就是大初一的。那我上了初2，就有一个大初2、小初2，然后初一啊，这么一个分法啊，这么一个分法啊，就是这么个意思，大家可能理解吧啊。然后呢，那个初一的小孩就被我们。被游戏厅另外一帮小孩比他大2岁的小孩给欺负了。我看着他了之后，我看着这个小孩长得黑不溜秋，比宋小宝还矮，而且长得比宋小宝还黑。被欺负了之后呢，也不敢还嘴。当时我就直接把这帮人叫过来，我说啊，没完了啊！这欺负老实人呢啊！他怎么的你就要欺负他啊？怎么的你就管他要币？他说啊，这个小孩他那个什么啊，他那个不听对吧？装逼呗，我说他咋装逼了，对吧？他玩游戏，我让他对吧？他玩《三国战记》，我让他走，对吧？他不走，我说人家玩呢，凭啥走啊？他说那我们想玩啊。我说你们玩，你们等他玩完了，或者你们直接投币玩啊，对吧？那他说我没时间了，我放学了我就想从头开始玩，我要拿火箭，我要怎么地的。我说那你行，那你最起码你给人个币，人家投币玩的没玩完。然后你不给人币就要撵人走，能行吗？对吧？咱就讲理啊，咱确实讲理啊。当时啊，我就把这小孩给救了。
这小孩啊，那个也不太会说话啊，不怎么吱声，但是不是不会说话，是不吱声。然后哎，那个狼哥啊，狼哥谢谢啊，谢谢。我说哎，这个都有这个时候啊，我说好好玩吧啊，我还就装个逼。这个尴尬的事儿是哪呢啊？不是说人家找人把我给收拾了啊，没有。尴尬的事儿呢是在可能大概得有个6、7年以后。然后呢，我突然听到了一个事儿，什么事儿呢？就是我当时帮的这个小孩啊，黑不溜秋这个小孩啊，因为拿刀把人给捅了啊，他把一个黑社会的一个老大的弟弟给捅了啊，然后呢，坐了能有大概是3年牢。操！然后呢，等到又过了2年多吧，就好像提前出狱了。又过了2年多，一出来啊，穿个貂，啊，这个贼社会那种啊，家里好像还有钱啊，家里还有钱，一副是黑社会老大的样子，混社会了开始。后来开网吧，我操！啊，但是呢，非常尴尬的事就是见着我装不认识我啊，见着我当不认识我啊。我编不下去了，我不是编的啊！你说我是乱讲的，我可不是乱讲的啊！我这可是正儿八经，我告诉你啊！这个大家伙知道那个这个看过《多情剑客》叫什么？是叫《多情剑客无情剑》是不是？是吧？啊，里面讲的是主角啊，说是阿飞，但是大家伙都觉得李寻欢才是主角，对不对？那里面不就是那个阿飞，武功也算非常高强。对吧？有一帮人欺负他，他去救了那个人，他把那个人给救了啊！救完之后呢，结果那个人还要杀他啊！他就不解，他就问李寻欢为什么啊？李寻欢说啊，兄弟啊，大恩如大仇啊！这为啥呀？你看当时他念的时候，他被你给救了，对吧？现在啊，你对他有恩，他就得报恩，对吧？他如果要是对吧报恩的话呢，也不知道怎么报。啊，这太麻烦啊，也不知道怎么面对你。你说你现在你也不混，你也是个面逼，你也没钱啥的，对吧？见你总不能再管你叫声哥吧？人都已经混社会了，人能叫你一声哥吗？怎么说啊？唯一的一个方法，对吧？整治你就完了啊，给你整死啊！当然呢，咱现实生活中啊，他不理我其实是好事啊，他是在搭救我。万一他说来那个当年狼哥啊，你救我了，现在咱哥俩一起混社会，万一我走上了不法的道路怎么办？啊，所以说对于我来说，也许是一种保护啊，所以说也未必啊，只不过当时的我啊，觉得自己还是有点，哎，你咋不理我啊，傻的，对不对？怎么说都行啊，也不能叫揭他短吧。其实吧，这个事儿想多了，我觉得不理我是很正常的啊，因为此一时彼一时，再加上确实有那个必要嘛啊，有那个必要吗？你说啊，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说这个，就是说那个，人家已经是社会中人了，不要再把我带坏了。你是个好人，对吧？我们不能把你带坏了啊。我狼年轻的故事非常精彩，我精彩个鬼喽！经历的事儿挺多啊，都是一些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啊，都是小事儿啊。这个虽然说是小事儿，但是很多事儿呢罄竹难书啊，不是那么好讲，对吧？就是这么个情况啊，对吧？有一些大事儿呢没啥意思，那都是历史当中的大事儿。相反，你像那个《你好，李焕英》里面那个贾玲，她讲自己母亲的这些事儿，对吧？这种生活中的小事儿，结果还有很多好评，对吧？啊。这个是宋小宝龙啊，这是宋小宝龙。好了，感谢我们的字母哥1手办卡啊，1个半小时了啊，我终于又收到1张办卡啊，感谢我们字母哥。这一过完年，感觉真的啊，一过完年感觉反正这个意思啊。好，来看看宋小宝龙啊，这是双头宝龙，不是这个龙还要戴眼镜呢，我是真服了啊。感谢我们的鸡毛地主粉丝赠送我狼的1张办卡，多谢啊！宋宝龙啊，这个叫宋宝龙啊，还是个双头龙啊！哎呀妈，这一个图利亚，已经打了6连
哎呦我真爽啊！没有小弟的啊，没有小弟的这个 boss 啊，都是面逼。你看不看见？没有小弟的 boss 啊，全是面逼。好不容易有小弟，结果这个小弟是出来扔个东西就走的那种小弟，多嘚儿啊！好，感谢我们渣男哥的一手办卡，那还有老爷大人的一手办卡。哎，这些小办卡溜着啊，这个也行啊。这个热度啊，现在咱23万热度呢，兄弟们啊！好，前两天我热度都变成16.9万了，我也是真醉了啊！小宝龙，这宋老虎叫什么？宋老虎的原名叫什么？有人记得吗？就是电视剧里的宋老虎啊。刘华强叫刘华强。风彪啊，疯子叫风彪，对吧？那个宋老虎的名字叫什么啊？好，感谢我们的5499880999赠送我来了一手办卡，宋运来啊，宋运来，对，这名多喜庆啊！这名确实喜庆啊！就好比我们牡丹江有一个烤串的人叫，对吧？叫刘老大街头烧烤，他叫什么名？他叫刘代才，你说这个名多牛逼啊！代才，我操，这名起的就喜庆，真的啊，这就赚钱儿，真是。哎呀，这一嘴，好，最后一丝血，抓上图利亚，哎我操，差一点就死了，万一被抠死，尴尬了，兄弟们啊！6012500，然后看看结算分数，太酷，好，65，2万，3万，3万7。啊，605万，看看见605万1400，创造了人脑最高的摊分记录，一瘸一拐，哇！临死还得给你唠叨两句，然后自爆了，啊，咚，爆的绿了吧唧的啊！哎，然后赶紧跑吧，一个雷，你看没看见？一个雷扔出去啊！为啥每一次啊，他为啥要倒呢？精神病！一个牵牵手加一个牵牵跳手啊，出来了。回头一瞅，这俩人死了。这就是你知道他俩为啥单身了吧？你知道这俩逼为啥单身了吧？啊，这单身，我告诉你，就是玩王者荣耀啊！你带一个小妹妹玩，小妹妹被人抓了，你要毫不顾忌的。对不对？冲上去救他，哪怕是一起死。为什么？因为掉一颗星，对吧？掉一颗星事儿不是很大，但是今天晚上能不能啪这个事儿啊，你看着办，你掂量一下，对吧？这个事儿就不用多说了啊。最后啊，开着香车啊，搭着美女，人家肯定也不搭理你，你看啊，对吧？人家直接一脚油门，连人带拐棍就走了。你俩追吧啊！你看不牛逼了？哎我操，跑得比车还快啊，真的很好啊 ！Thank you for play， 感谢我们的卡普空公司创造了这么精彩的游戏。在片尾最后呢，也是感谢大伙的收听。如果大伙喜欢我狼解说啊，一定以及肯定的要支持我狼。我们下期再见吧。